咸丰帝奕主是清代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权的皇帝，在他死后，清朝中枢权力逐渐被慈禧掌握。咸丰帝19岁登基，31岁驾崩，任内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第2次鸦片战争，可称得上命苦了。咸丰少年就失去了母爱，靠着懂事成熟获得道光的欢心，然而小心谨慎、会讨好人的技能帮他登上皇位，也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刚登基的咸丰帝还有属于一个年轻人的朝气蓬勃，急于在历史中证明自己。他一掌权就任用了肃顺、曾国藩、胡林翼等能臣，一时间大有澄清宇内的劲头，一批批昏聩老臣纷纷下马，一个个神采飞扬的少壮派官员走上政治舞台，逐渐崭露头角。一直到了登基的第10个年头，咸丰帝依然保持着一个皇帝该有的工作状态。虽然这10年间，太平天国运动从广西地方会党起事，一路发展壮大，此时已经雄踞东南，兵锋直抵北方，但1860年的农历春节，清宫内仍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咸丰帝登基已满10年，虚岁30，清王朝看似摇摇欲坠，但还是有一些好消息。在上一年，清军在大沽口击败了侵入内河的英法联军舰队，和太平天国的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战线越来越稳定在江苏、安徽南部，太平军北伐的偏师早已覆没，翼王石达开已出走。虽不能说蒸蒸日上，但严峻的局势的确得到了缓和。本盼望着新年新气象的咸丰帝没有想到，新的一年对清廷而言就没什么好消息，反倒是坏消息接踵而至。1860年3月，太平军攻克杭州，清廷的浙江巡抚、布政使都死于城内。随后，清军守卫多时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捣毁。这个硬壳被砸穿后，一连串富庶的江南城市不堪一击。之后的1个月内，太平军一路打到上海周边，同时英法联军的舰队到达中国海岸。4月开始，英法舰队在尚未宣战的情况下，陆续占领了浙江定海、辽东大连、山东知府这些海防要塞。在完成一切侵略准备后，6月底，战争宣告来临。英法联军攻击了天津海岸的北塘、塘沽，包围了大沽炮台，直隶提督乐善抵抗致死，麾下守军大多阵亡。僧格林沁带领守军撤至通州。与此同时，咸丰帝早就收到僧格林沁的密折，这位骁勇的老将谨慎地表达了他对战局的悲观，因而咸丰帝一方面非常勇地下了一道要御驾亲征的朱批谕旨，实际上身体已经非常诚实，而且重新的打点行装，准备出逃了。八里桥战败的消息传到紫禁城不久，皇帝的车驾就驶离了宫门，车队到西直门外乘船向西奔逃，经过了如梦似幻的圆明园。民间传闻，皇家御舟到达圆明园时，岸边工人要轻柔地呼喊3个字安乐渡，船只一路前行，轻声慢语一路伴随。此次御舟到达，岸边已没有呼喊的工人，而咸丰帝的小皇子不知时局艰难，反而主动向岸边喊出了安乐渡3字，希望获得回应。30岁的咸丰帝抱起柚子，悲伤地说，如今不再会有了。咸丰帝不幸一语成谶，往日徜徉着安乐的圆明园就这样永远的消失了。就在这一年年末，几代帝王苦心经营的东方奇迹圆明园被焚毁，而咸丰帝的阳寿也只剩这1年了。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后，接连不断的打击让这位帝王的精神逐渐崩溃。现实太痛苦了，当年励精图治的咸丰帝就这样走入醇酒妇人的温柔乡中，再也不愿回到令人痛心疾首的朝堂上。清末一位小说家徐芷言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咸丰帝的荒淫细节。徐芷言祖父在北京当了多年幕僚，因此知道一些清末官场八卦。在徐芷言的描述下，咸丰帝有5春之宠，最受宠的慈禧号称天地一家春，其余是4个缠足的汉人女子，分别号称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天地一家春实则是慈禧在圆明园内的居所。另外，自清末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反对慈禧专权的目的，很喜欢传播慈禧的后宫八卦。尤其清朝灭亡以后，众多皇家园林向国民开放，宫廷中的各色人等也回到民间，一时宫闱秘史大行其道。在深挖慈禧八卦的同时，自然是把宠爱慈禧的咸丰帝扒了个干干净净。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活到31岁的咸丰帝反而拥有了越来越详细的黑历史，当然大部分是营销号为吸引读者而创作的。比如徐芷言，他固然有一点家学渊源，但嗜酒如命，花销甚大，为了赚稿费也常常胡编乱造。他曾为了还债闭门造车，在徐芷言笔下，咸丰帝醉酒后对某位妃子说的土味情话都被他一个身在上海的小说家打听到了。又说咸丰帝车驾经过宣武门，在桥下看见一洗衣妇女，打听后是一寡妇，于是威逼其进宫，赐名陀螺春。另有野史称，宫保鸡丁的发明人丁宝桢有一次在圆明园静候咸丰帝，看见玻璃盘内有果子10数枚，因为起太早没吃早饭的丁大人就偷吃了1枚，因觉香甜可口，又吃了2、3枚，突然觉得腹中发热，痛苦难忍，结果后来内务府官员告诉他这是烈性春药。丁宝桢困卧10余日才下得了床。这类夸张猎奇的野史在民间广泛流传。另一位文学家、史学家徐柯则将咸丰帝30岁的暴亡也归咎于他的摆烂放纵，但他说这不是皇帝一个人的错，而是有奸臣在诱惑皇帝。徐柯认为，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后，被肃顺等人领着沉溺酒色，临死前还要喝鹿血补充精力，又因上百头鹿被丢在了北京，咸丰帝也便死在了承德。传统文人都不敢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皇帝，所以拉出肃顺这么个替罪羊来。肃顺本人是宗室，正儿八经的爱新觉罗家人，他是当时朝中的少壮派，心高气傲，一心想整治朝政，得罪了不少老臣。比如他34岁任户部尚书，与大学士周祖培成了同事。某天，周祖培将户部公文签署完毕，肃顺假装问道：“这份文书是谁签的？”司员答道：“是周中堂签的。”肃顺当众骂道：“像他这么糊涂的人，只能多食国家的俸禄，哪懂得什么公事？”于是命司员重新拟稿，用红笔再次标记，覆盖了周祖培原本的签名。得罪大臣是一方面，他还直接对自己人开地图炮，身为八旗勋贵，却老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翁同龢说他期望跋扈，其实多半是因为肃顺得罪了他的父亲翁心存。肃顺在户部时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款，滥发大钱及票钞，造成京城物价腾贵，百姓生活困苦。此后又借查账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涉案数百人。前后2任户部汉人尚书翁心存、周祖培皆因此受到处分。咸丰帝驾崩后，慈禧发动辛酉政变，肃顺及其党羽被送往菜市口处死，死时只有45岁。当肃顺被押往菜市口时，这些被他的铁腕手段搞得家破人亡者纷纷围观，投掷过去的砖石，将其砸得血肉模糊。但肃顺对朝廷也干了不少好事，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松涛等汉族官员，这批人可以说为清朝续命半个世纪。左宗棠当幕僚时得罪了湖广总督官文，是肃顺联合曾国藩、胡林翼等官员上书力保左宗棠，此后又在咸丰帝面前力荐左宗棠，给予重用。肃顺得罪的人多，已经是朝中孤臣，除皇权外再无依靠。而咸丰帝身体衰弱后，更加依赖肃顺去压制懿贵妃和恭亲王奕欣。咸丰帝的防范之举就是设计了顾命8大臣，将权力一分为8，肃顺仅得其一，结果破坏了权力平衡，最终导致大权落入慈禧手中，害了肃顺性命不说，咸丰帝自己也落得个荒淫致死的民间恶评。要说咸丰帝的死因，他其实是死于自己懦弱的性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像个考试不及格就能跳楼的学生。30岁生日的这天，咸丰在悲喜交加中度过。他深知外国人不会就这样罢手。早年的性格弱点，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咸丰明显缺乏勇气，厚厚的宫墙教育让他对西方毫无了解。在3000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他显得抑郁、无奈、忧惧、悲伤。从个人修为来看，咸丰并非纨绔子弟，他还是个才子，在清代帝王中文章和绘画水平均堪上流。据说他尤其擅长画马，而且是大师级的水平。在铺天盖地的荒淫野史的包围中，真实的咸丰帝生前不一定这么荒淫无度，但却是颓废不堪，性格彻底让咸丰从失败走向死亡。
甚至他身上有一种间歇性抑郁症的倾向。早年登基也曾意气风发，勤勤恳恳，但是一旦遭遇重大挫折，立即萎靡不振。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最后1年里，面对北京大臣的催促，咸丰帝却不打算再度经受折磨，借口天气严寒，拖着不回京。在过度饮酒使病情加重后，终于在咸丰11年的7月16日死在了避暑山庄里，走完了他一场痛苦的人生，留给大清帝国和孤儿寡母们一片昏暗的残局。